朋友们大家好，本期节目呢，我给大家展示德国比较美好的一面，以及呢德国比较自由的一面。比较美好是因为呢，咱们今天的旅程是沿着德国最漂亮的一段莱茵河谷，它也是呢世界上有名的风景区吧，可以这样说。因为莱茵河的两岸呢，它有很多的城堡，这些城堡呢并不是什么浪漫的故事啊，其实如果说出来，有很多人可能不相信。当年的德国人呢，或是当年的德国这土地上那些有钱的人建造这些城堡，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买路钱。因为这莱茵河啊是一条非常重要的航道，所以呢很多的船只运各种货物，所以当时的有钱人呢在山上建造城堡，收买路钱，如果你不给，他就扔石头或者是打你，怎么样。所以一般来说啊，就是过的船只都会老老实实交买路钱，这就是他们建造这种城堡的主要目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莱茵河目前最漂亮一段，因为今天天气非常的晴好，所以两岸的风景在太阳的衬托下非常的漂亮，又加上呢德国这种文化保护相对来说比较好。一般来说，德国建造房子的话，都会要求建造传统的建筑，就是不准建造特别，与环境不协调的、与邻居不协调的那种建筑物。所以这方面，我认为呢，我们中国还是有必要向德国这样的国家学习的。就是说，你来到德国之后，你会发现啊，这真的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有点童话般的德国。当然，这种童话是一种我们美好的想象了啊，就是说与我们可能的想象不会相差特别远，从建筑方面来说。这就是他们普通人居住的，就是小镇啊、农村居住的房子就这样。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一个城堡在河的对面，对不对？而且这座城堡据说他们的房间可以向外出租的，就相当于酒店，还挺贵的，可能一晚上要人民币1000多块钱吧。德国的公共交通其实是非常发达的，它有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，火车有慢车，有特快，有高铁等等，反正只要看你的荷包，你的钱有多少了。在这里补充一下啊，从这个月开始，也就是5月份，德国全国有所谓的49欧元票，就是说在这一个月当中，你花49欧元买一张月票，就可以乘所有公共交通工具，除了特快之外，除了高铁之外，你可以坐德国的这种城际火车或者慢车，还有地铁、轻轨、巴士等等都可以坐49欧元，所以呢特别实惠。所以很多德国人现在利用这个机会出外旅行，我也一样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城堡在水中的，我认为呢，它非常的漂亮，真的太漂亮了。加上今天天气真的非常完美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的山上你看也有一个城堡，这一带呢是德国非常有名的旅游区。我们现在看见是2个老太太，她一直在我前面，东家长西家短的在拉家常，他们马上就要下车了。这是德国慢车啊，这种火车慢车的内部，它的条件挺好的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帅哥，他一个人在默默地吃他带的午饭吧，应该是冷的沙拉。看来这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好男人啊，就是会打算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到达法兰克福总火车站，也就是相当于法兰克福最主要的、最古老的这个火车总站。这是站前广场。我们先看看，它很有历史感，对不对？前面就是呢法兰克福的天际线，就是非常现代化的一些高楼大厦。这棵树下呢有个人在那里睡觉打盹，这是菩提树，应该是。这个呢有点像外国的移民吧，很怪他的那种眼神。这里熙熙攘攘的，很多人来来去去的啊，这人气非常高。这个火车总站，
但是那个人一直在睡觉。好，我们沿着火车总站前的一条街往前走，这里有街友。在这里我想用画面呢回答一些网友在我的频道下面说的一些语言。这又有一个街友，他抱怨说中国年轻人买不起房，什么中国年轻人呢失业率高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在中国只要你勤快，不管是你18岁的年龄合法的公民，还是50、60岁的，只要你勤快，一般都会找到事做，也就是都会有自己的收入，就看你愿不愿意了啊。我们现在从火车总站出来大概300米之后，就看见这样的街道，后面是天际线。现在呢，我折返回去了，因为我主要是想拍摄火车总站前面的一群人，他们是瘾君子，他们非常的自由，在街上公然吸毒。这条街是法兰克福最著名的吸毒一条街，这里有吸毒的，有卖淫的，晚上红灯区就是在这附近啊。这2个小孩跑出来，你看这个街友，他睡在街边，是行为艺术者吗？还是他真的没有房子住呢？可能是没有房子吧。左边这一个男的，至少他的外表看应该是德国人。他为什么睡在街边呢？我们打一个问号。有的人不是抱怨中国的年轻人买不起房吗？那你看人家是不是也买不起呢？当然我们不是比烂啊，就是说我们批评的时候呢，要开动一下自己的脑筋，不要呢随便就是像垃圾一样随便就拉出来了。好，这些呢站着的这些无所事事的呢，估计呢都是瘾君子，他们呢成群结队在这里。现在是下午大概是2点钟左右，从太阳大概知道他们在谈天说地，估计呢在交流吸毒的心得。警察也不管，也管不过来。这里呢有一个人倒在地上了，我不知道他是喝酒喝醉了，还是吸毒发作了，不知道。反正那个人的动作挺怪的。我们继续往前走一段，这条街也一样，也是很多瘾君子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闲散人员。如果晚上，我劝大家不要在这里，我白天才敢来这里，晚上我不敢久留。其实我是偷拍的，大家别看我这样好像以为是我大摇大摆的在拍，其实我是偷拍的。我来来回回走了很多次，因为我怕呢我拍的太多，人家会发现我啊。这些瘾君子也许他不愿意你拍，然后呢他知道你拍的时候会给你使暴力。我们看看中间左边的这3个有点像外国人的人，他们的动作非常不正常，特别是那个背着一个包的那个外国的男人。你看这个人也一样，我现在搞慢动作，你看这个人他有点不正常，对吧？背着一个包的那个，在地上也是非常的脏。这个人呢，刚才是睡在地上，现在坐起来了啊，他手舞足蹈的，不知道干嘛，应该是不正常的，发作了吧。而周围的人对他视而不见，对他们，你看有穿西装的，非常的时尚。这个人还吹着一个酒瓶，在德国呢是可以合法当街喝啤酒的，就是在路上你拿个啤酒瓶一边走一边喝都可以。在美国是非法的，但在德国合法。我们继续往前走一段，这一群人呢，估计也是瘾君子。我又不好意思拍得特别近，因为怕他们发现。这墙上涂鸦也比较多，显得特别不干净，地板其实也不干净的。德国这种城市啊，这种地板比较耐脏，它不像中国一般是大理石的，这种地板应该从透水性来说比较好一点。
好，我们折返回来，因为我想拍拍这群瘾君子在那里他们干嘛，我又不敢特别靠近。他们大部分都是很瘦的人，营养不良一样。估计呢，大部分人他们的那个寿命都不长。他们在那里谈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不敢靠近去听。有的已经是残疾人了，你看坐一个轮椅，估计呢是打那种针打太多了吧。这个女的在吃着什么东西，我放了慢动作。好，继续往前。这是个残疾人。这里的人气最旺，就是这些瘾君子在这里特别多的人。这个人也不正常，对不对？这个人你看，带着一个黑包的这个人很不正常，估计呢也是。可惜有2、3个女的啊，拍摄之前我已经发现她们非常不正常，有点像美国费城那个一条街，就是葱比丧尸一条街那些人的动作。可惜我没有拍下来，不敢拍呀，错过了。他们的举止和美国那个丧尸一条街的那些人一模一样。这些也是吧，估计也是瘾君子。好，我们再往前走几步看看。大家注意啊，这是法兰克福最中心的地段了，后面的呢就是 CBD， 就是金融一条街，金融中心。这里是德国警察的车，也就是这附近是有警察的，他们可能想管也管不过来。好，你看看这里的垃圾是不是？这是法兰克福最重要的核心地段了啊，是这样子。你们就可以想象一下，德国现在是可以说每况日下呀。西方国家很多都这样。在这里，当地的市政府呢合法给他们吸毒的，甚至呢，我看过一个报道，就是法兰克福因为这个地段它的那个吸毒的人员太难管控了，所以呢，当地市政府专门开辟了给他们那个吸毒的场所。就叫他们到那个地方去吸毒，去打针，提供什么针具之类的，可能这样降低他们感染的几率吧。我不知道这个人干嘛，我不知道啊，他也在看什么。那里坐着2个人，我估计呢也是瘾君子。警察真的想管，可能也管不过来，因为他警力不够呀。可能就是他们再看看维护一下秩序，只要不发生什么暴力，他们就让他们这些人在这里聚集，在这里呢吸毒。我用肉眼当时看见他们真的有人掏出针头啊，就是递给对方。我估计呢在这里还有那个卖毒品的人。这个人干嘛我不知道，这个左边这个男的对他说什么不知道，可能批评他什么吧，然后把这个人赶走了。这个右边这个老的男人有点像印度裔的人，卖那种玫瑰花的，一般他们是去餐馆呀里面去卖花。印度人有些是这样挣钱的。左边这个人呢很生气，看上去啊，但是听不见他们在谈论什么。后来呢，这个人就这样一句话都不说就走了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你会发现很多我们日常生活可能观察不到的，或者你做一个旅游者根本观察不到的德国的一些现象，在这里呢就淋漓尽致。他们这里真的啊就不用担心，他们可以公然的吸毒。还有这些街友，难道他们是真的愿意在这里度过他们的余生吗？我觉得不一定。你看这2个人应该是属于重磅的瘾君子了吧。
好，我就不敢在这里久留，怕他们发现我。好，现在有警察来了，然后问他：“你还好吗？”我听到一个警察问他，去拍了拍他，但是他好像说的话比较糊，不知道他说什么。给大家看看慢动作吧。他蹲下来拍了拍他的那个手臂，问了他好不好。这个是不是酒瓶啊？不知道。右边这个小小的，有点像烈酒的那种酒瓶。这个衣服在地上，这一带特别脏，大家可以看到地板上。我又折返回来，又拍一拍。其实我看见有警察，他们也害怕那个人有攻击性，所以他一有动作的时候呢，那个警察有点惊吓了，受到惊吓了一样。这就是在这个法兰克福火车总站前面的日常啊，每天都在上演一样的东西。所以一个人一旦接触那个毒品啊，这个人的一生可能就完蛋了。所以呢，奉劝大家一定不要去接触这种东西。现在呢，我再回头给大家看看，刚才看了法兰克福火车总站前面这些街友，这些很自由的吸毒的人。现在我来到离法兰克福大概坐他们的轻轨，坐5-6个站之后呢，离开法兰克福火车总站大概是15分钟车程的一个很小的小镇。你看是不是与法兰克福市区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呢？明媚的阳光下，这里一切都显得非常的美好，对吧？一栋一栋的这种所谓的别墅，然后呢，旁边红墙绿瓦，有很多绿化的东西，传统的建筑，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德国或是欧洲国家。确实就是他们这种传统建筑保护的还真的不错。这是政客的那种竞选广告，我估计吧。我沿着这条街叫主街 Hauptstraße， 这个镇叫 Eschborn， 这条街道叫 Hauptstraße， 就是主要街道的意思，直译过来。这里风平浪静，岁月静好，与刚才法兰克福火车总站前面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这种房子啊，是德国中部以及德国南部非常传统的建筑，像这种，它是有不同的那种木头，相当于支撑作用，这样建起来的。估计这种房子呢，已经至少100多年了吧，或者好几百年了，不知道。我估计啊，这是传统的，一般来说是不会拆掉，只要它还能居住，就不会拆掉。当然，这种房子也需要经常维护了啊。这个小镇，想不到呢，与法兰克福区别那么大。大家看到吗？这辆车是俄罗斯的拉达。我发现这里有个相当于世外桃源一样的小公园，于是呢，我进去呢看了一下。遍地开满了白花，还有这种紫色的花，很漂亮，加上天气完美，所以呢非常的养眼。这里没有一个人，全部的景色都是我的。我们再往前走一下看看。我估计呢，平时特别是周末，我觉得天气好的时候，周围的居民还是可以来这里散步，或是在这里
消遣的、思考人生的。这种树啊，我觉得也非常漂亮。它的花呢应该是紫红色的吧，很漂亮。然后配上遍地的白花，加上这种紫色的这种不知道什么花，没见过，叫不出名字，也非常的好。植物学家们可能知道这是什么花，旁边的人他们的房子呢，我觉得也挺好的，居住条件不差。刚才还听见青蛙在叫，我到旁边之后他们就不叫了，可能他们能够感觉有人。这也是很传统的建筑，你看这就是一栋小小的房子也在这。这里有几个美女，她们在看看花，这花店的花也挺好看。他们就是做邻里的生意啊，这些卖花的。再继续走一段，这是一个公交车站，有一路公交车，但是呢，这里离轻轨站也很近，走路大概就是5-6分钟，所以我觉得它的交通啊也是非常方便的。这里是个酒店，酒店的入口。反正大家可以看到，每一栋房子都与邻居的不一样，风格各异，但是呢，也可以发现他们又非常的协调，对不对？这个院子呢，他们卖什么苹果啊，卖土豆，估计呢，可能有人做这种生意的吧。好，现在我坐着轻轨呢，从刚才那个小镇返回法兰克福总火车站了。这就是从轻轨看到两边的景色。你看这里还有种什么小麦的，这里有体育的场所。这就是离法兰克福市中心10几分钟的地方，就已经好像人烟非常稀少了一样。这个站是 Ashbourne 南，再往前，你看已经看见涂鸦了。好，已经现在慢慢进入法兰克福市区了，它的建筑物就开始多起来了。这是我在德国南部、中部看见唯一一个非常大型的那个建筑工地啊。德国一般如果有楼盘，就是一般是有一栋楼，一栋小小的楼，2栋楼，就这样，很少有这样大型的这种建筑工地。我们又到了一个站，那离我的目的地法兰克福火车总站就不远了。这是法兰克福西站，也是有涂鸦，你看对不对？它的栏杆。我们继续往前，已经看得到法兰克福的天际线了。但是大部分都是像我们看到这种建筑啊，就是4-5层楼的。像这种楼是没有电梯的，因为它已经很古老了。如果是新建的，一般来说2-3层都有电梯，像这种5-6层都没有。像这种建筑至少有几十年的历史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进入法兰克福火车总站，后面呢就是法兰克福的天际线。法兰克福是德国的一个金融中心，也是世界上比较有名的金融中心，也是德国一个空中的交通枢纽。朋友们，今天我就给大家展示德国比较美好的一面，因为今天天气不错，而且是沿着莱茵河，非常漂亮。也给大家展示了德国很自由的一面，可以在街上公然吸毒。好的，希望能对你们更深入了解德国有些帮助。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这是全写实的节目，没有添油加醋啊。好了，就这样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